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第一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2024年的这个春天啊，会有怎样的好消息，会有怎样的喜讯？关于你们又会有怎样的转变啊？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第一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个逆位的星币女皇，我觉得可能在今年春天的话，你们会找回某种东西，某种东西会失而复得的感觉。逆位的星币呢，应该是会和你们过去曾经丢掉的、放弃的东西有关，你们会重新把它捡起来。而且呢，星币本身它是具有某种很高的经济价值或者说交易价值的东西，所以说逆位的星币也可以是你们在这个春天可能会提前的发现一些东西的隐藏的价值，慧眼识珠，提前的布局，在某个事情、某个项目或者说某种投资上面，可能你们的这种提前的布局会让你们获得巨大的先发优势。那么第二张牌世界牌啊，世界牌我觉得可能春天的话，你们会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或者说出趟远门吧，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并且从这个世界当中看到自己。所以说这个世界牌代表的是你们今年春天的眼界和认知，包括你们的视野都会得到一个极大的扩张和增长啊。世界牌其实我能够从你们的身上看到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性，你们可能是非常喜欢思考的，喜欢形而上学的东西啊，有可能是玄学、哲学、文学，爱好广泛，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天马行空，不太落地啊。所以说，这个世界牌其实也是你们和这个世界有一点错位的感觉。我觉得今年春天的话，你们可能会就是放下融入到世俗的某种执念，然后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啊。这个世界它可能是你们的这种精神上的避难所，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并且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边。那么这个逆位的高塔牌呢，我觉得可能代表的是这个春天你们所担心的一件事情，或者说焦虑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某件事情隐藏着的巨大的风险啊，它会解除和落地啊。就是说你们在冬天可能发生的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在春天会化险为夷，最后被证实是虚惊一场。逆位的高塔牌，我的感觉就是有一些风险啊，在无形当中被一些阴差阳错的事情给化解掉了，导致你们能够和一些危险擦肩而过，最后很幸运的毫发无伤。然后这个星币侍卫的，我觉得这个春天可能会有人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吧，有一个人手捧着星币来找到你们，可能说会有人给你们告白，或者说有人在暗中精心准备着某种礼物啊。星币侍卫手上的星币可能也会和你们内心当中某种隐藏的愿望有关，就是说在这个春天会得偿所愿啊。权杖一呢，我觉得这个春天应该是会有人给你们发来一个邀请的啊，或者说抛来一个橄榄枝啊，邀请你们参与到某种合作当中，或者说因为这个邀请会让你们能够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圈层里边，会因为这个橄榄枝而打开新的局面。逆位的权杖八呢，它其实是有一种蓄势待发的感觉吧，就是这个今年春天你们可能会很积极的去筹备一些事情啊，它是处在一种紧张又忙碌的状态里边的，但是会很充实，就是这个春天会被安排的非常紧凑。我觉得你们可能在暗中下了某种决心啊，在这个春天会积极的去准备和努力啊。因为是逆位，所以说这个春天你们可能是在默默的隐忍酝酿，但是有一种巨大的能量呼之欲出的感觉。而且宝剑女皇呢，我觉得你们可能这个春天正在酝酿着某种决定和改变啊。宝剑女皇，我觉得在这个春天，你们可能会在这种核心竞争力上面有一个极大的突破啊，突飞猛进，就是自己的专业能力会十分的出色，尤其是在思维层面上，可能是在这种自己的表达、学习、科研上面的话，会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竞争力，会崭露头角，获得一些知名度。可能还会创立一些新的理念和规则啊，它是一种很耀眼的能量。就这个春天，你们会做大量的思考啊，有关于未来的规划和想法会成型。那么
宝剑女皇呢，它其实也是一种特别能够拎得清楚的能量，就是这个春天你们会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你们会在这个方向上全力以赴，不会在错误的人和事上面过分的纠结。而且圣杯的正位呢，我觉得它是一种正向的情感能量的流动，它是一种之前你们可能水逆了很久啊，但是这个春天会把之前所有损耗的能量全部都补上的感觉。而且圣杯的话呢，它代表的是你们会和某个人或者说某件事情建立一种非常深度的连接，这种连接会让你们体验到一种深刻的幸福感，就是连接双方能够通过互相的给予不断的反馈，正向的能量不断的革新和成长，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能够彼此激发灵感，共同创造出新的一些东西啊，它是一种涌现出来的创造力啊，并且因为这种创造力会开启对于世界新的认知和体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圣杯可能是你们会和一个特定的人，或者说和特定的某件事情建立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啊，一种深度的能量同频和共振啊，在这样的一种深度的互动和体验当中，会赋予你们新的创造力、新的生命力、新的活力和能量。然后逆位的宝剑四呢，我觉得可能代表的是这个春天啊，之前困扰你们的某种心理或者说身体上的问题会得到彻底的解决，你们也会走出封闭，走入到人群当中。它代表的是一种困住你们、束缚你们的力量得到了解除，你们得以自由啊。所以说，逆位的宝剑四可能是你们身体当中的某种疾病，在这个春天会得到恢复、痊愈，会重新恢复健康。心理层面上也会走出之前的一种压抑的、抑郁的状态。星币10呢，它暗示了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且它也是和财运有关的。就是说，这个春天可能你们会见到老朋友，之前很久没有见到的人，在这个春天会见到啊。星币10本身它也预示着很好的财运啊，这个春天你们可能会发一笔小财，甚至有可能是会有巨大的财富啊涌现出来，因为它是一个正位的星币10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春天你们是不缺钱花的，财运会非常非常的旺。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那么第二组牌，首先第一张牌是宝剑骑士啊，我觉得这个是宝剑国王。宝剑国王，我觉得可能今年春天的话，你们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宝剑国王它有一种势如破竹的感觉啊。有一种冲破枷锁和束缚的力量啊，非常的有冲劲、有干劲的感觉。可能你们会借助一些势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啊，会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和领域里边。所有的注意力、资源、能量都会被重新的整合、重新的分配和调度啊。这个宝剑国王类似于是进入到一种忘我的状态里边，甚至会忘记时间。所以说这个春天它其实是你们会快速的达成一些目标，一鼓作气的感觉啊。女皇的话呢，你们身上有一种亲和力啊，这种亲和力可能会让你们不需要主动的去做什么，反而能够吸引到一些人来靠近你们，会被动的认识到一些新朋友，被动的打开自己的社交圈，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机会啊，资源合作的邀请会出现。所以说这个女皇的话，其实是你们的人格魅力啊，你们在一个团队当中的这种魅力和亲和力，会让你们赢得很多额外的资源和机会。逆位的皇帝呢，我觉得这张牌应该在今年春天，你们可能会摆脱一个人对你们的打压和控制啊，这意味的是离开某个人对你们的控制，变相的意味着你们会拿回自己人生的掌控权啊。那么第4张牌呢是魔术师啊。魔术师的话，我觉得可能今年春天你们会确立一个全新的目标吧，全新的人生目标，借此来摆脱生命的牢笼，摆脱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它是一种踌躇满志、蓄势待发的状态。今年春天你们会给2024年开一个好头啊。魔术师其实它是有一种杀伐果断的坚定在里边的，就是你们在2024年会立志拿到一些大结果。而且魔术师的话，我觉得2024年你们会变得更加自我吧，就是确立以自己为主体，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去做出行动和改变，不受到外部环境的裹挟。就是说在这个春天你们会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成为自己的主人，围绕着自身主体的感受和意志去做出行动和改变。
所以说一般来说抽到魔术师这张牌，你们在这个春天是能够拿到一些大结果的，有一种单枪匹马突破重围的这种孤胆英雄的感觉。星币4呢，我觉得它其实是你们能够守住之前拿到的一些结果，它是一种保护好自己的这种能量啊，就是说你们这个春天会有一个静默期，就是在大决定之前先思考，防止冲动，会给自己的生活按下一个暂停键，就是说你们会让自己停下来，想一想现在的一切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可能还会修正自己的人生方向。星币4呢，我觉得这个春天你们会有一种重新整理自己的感觉，你们可能会下意识的保护自己，和外部世界有一个隔离，把自己隔绝起来，然后屏蔽、清理、打扫。那么这个逆位的保健期呢，就是说这个春天你们可能会告别一些有毒的关系，尤其是从一些纠纷当中啊，这个纠纷可能是感情关系的纠纷，也可能是利益层面的这种纠纷当中脱身出来，它代表的是某种纠纷的结果会尘埃落定，在这个春天会彻底的结束啊。那么保健期的话，因为它是一个逆位啊，可能春天你们会发现之前你们有一些事情是被蒙在鼓里的，你们会得到一些事情的真相，了解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从而借此看清楚一些人，看清楚一些关系啊。逆位的死亡牌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春天你们会经历一个很戏剧性的转变吧，就是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感觉，可能会从一些已经结束的事情上面看到新的希望，看到新的可能性。而且逆位的死亡牌，我觉得你们会穿越自己的恐惧，或者说克服自己的恐惧，去做一些事情，去面对你们之前一直逃避的某件事情。这个春天你们的内心应该是会有一个极大的飞跃和成长的，就是你们之前一直在下意识的逃避着的间接性的抵触的东西，你们会直面它，会解决它，会打开一个心结，彻底的放下执念，结束那种轮回和循环，结束那种错误的轮回和循环。星币2呢，手上的2颗星币应该是你们会同时去做2件不同的事情，会找到彼此独立的事物之间的内在的联系，触类旁通。而且星币2你们可能会同时独立的去推进2个不同的项目啊，就2件看似独立的事情会产生微妙的联系，类似于一件事情的发展会推动另一件事情。而圣杯6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春天你们可能会受到某个人的委托去做一件事情啊，或者说有某种权力资源会继承到你们这里，会被寄予厚望。这个春天可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贵人，他可能会教给你们一些东西，你们会通过得到这个东西，得到这个贵人的提携、扶持和指点，来更快的加速实现人生的目标。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圣杯可以看作是你们会在这个春天得到某种神圣的使命，或者说在这个春天确立某种人生的方向，通过某个人或者说某段对话。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第3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第1张牌就是一个正位的命运之轮啊，它代表的是某种重复的生活可能在这个春天会被打破。命运之轮它是有一种时来运转的感觉的，就是如果说你们在这个春天到来之前啊，经历了人生当中一个充满阻力的水逆和困境，那么这个春天它就是触底反弹的一个阶段，很多事情的发展会随着这个命运之轮而产生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和推动。而且呢，命运之轮这张牌呢，我觉得其实有一种你们被命运推着走的感觉，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但是呢，命运会推着你们去做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春天你们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种冥冥之中的隐藏在暗处的力量在指引着你们，主导着你们。你们的内心当中也会有一个可能是蠢蠢欲动的念头啊，好像就是你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但是具体是什么事情什么改变你们又说不上来。就是说随着这个命运之轮的转动啊，会有一种隐藏着的命运的剧本会浮现出来，然后推着你们往前走啊。所以说这个春天
因为这张命运之轮的存在，可能会有一些阴差阳错的巧合和不期而至的惊喜显化出来。宝剑六呢，我觉得这张牌很明显啊，就是它有一种和过去划清界限的感觉，会做一个切割和了断。宝剑六，你们可能会和过去告别吧，会为了和过去告别而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并且呢，还会有一个人陪伴在你们的身边，和你们一同前往一个新环境当中啊。我觉得这个宝剑六可能就是你们会鼓起勇气动身前往一个新的城市，甚至是国家，因为宝剑六它是一种流动的能量，它会涉及到一个移动啊，一个迁徙。而且呢，你们的运势会随着你们动身前往一个新的环境而发生一个彻底的反转，它也是一个标志和信号。那么这张圣杯五呢，我觉得圣杯五的话，它可能代表的是在这个春天驱动你们前行的，可能不是那些所谓的美好，而是你们曾经失去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就驱动你们前行的，可能是那些残缺的遗憾。就是正因为留有某种遗憾，才会让你们它会驱使着你们去做一些事情，可能是弥补过去的一些犯过的错误。而且呢，圣杯五的话，我觉得这个春天你们会从某种失去当中彻底的走出来啊。它是在失去的废墟之上，因为有3个倒下的圣杯啊，所以说你们会在失去的废墟之上重新把自己拼接起来。宝剑三呢，这张牌其实是事不过三的意思，就是说一件事情你们尝试到第3次的时候就会成功。而且宝剑三代表的是一个一波三折的事情在春天会得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而且逆位的星币一呢，我觉得可能是你们会发现某种隐藏的商机，或者说之前丢掉的一笔钱会失而复得。那么愚人的话呢，我觉得愚人其实它是丢掉一些复杂的东西，回归到简单的纯粹的生活当中啊，返璞归真的感觉。可能你们在这个春天也会给自己放一个假吧，计划着某种旅行，因为愚人它是一种摆脱束缚、挣脱束缚的感觉。愚人牌它可能也有着一种更深层次的转变，心态上的转变，就是你们会放弃掉某种目标导向的人生啊，新的目标可能不会带来新的结果，你们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就是你们所有的精力不会投入到去塑造某种更好的结果当中，而是会投入到塑造某种更好的习惯当中，会找到一种更为轻松的方式去感受生活、享受人生啊，不去做一些让自己感到很沉重的事情。更多的会把自己的时间放在感受那些美好的人和事上面，会卸下自己身上的负担，选择一种活得不那么沉重的方式，去乐观的、积极的面对人生。那么这个逆位的恶魔牌，我觉得这个逆位的恶魔就是说你们会在这个春天找到一种方式和自己的欲望达成某种和解啊。恶魔呢，它是和某种物质的积累有关，就是说你们在这个春天会积累到第一桶金，积累到一笔非常宝贵的资源。而且恶魔它代表的是某种压抑的感情在发酵啊，可能说暗示着这个春天你们会和一个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这张牌就暗示着一段关系呢也会在这个春天变得明朗起来。逆位的恶魔可能是有某种能量在暗中酝酿，这个春天会有一个大的爆发，有一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感觉，伴随着某种势头，你们会在这个春天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啊。教皇呢，我觉得可能是会有贵人相助的啊，他是有一个类似于能够领着你们往前走的一个人，他相当于是一个灯塔或者说一个标杆，在这个人的领导下呢，他能够帮助你们明确你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啊，而且你们可能他是能够点醒你们的，这个点醒你们的方式可能是通过很严厉的教导，让你们从某种幻想当中清醒过来的感觉啊。他是一个看上去很严格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啊。你们会在这个人的鞭策之下，把之前很多逃避的、拖延的事情集中的处理和解决掉。
节制牌呢，我觉得在这个春天，你们可能会重新的让自己的心灵和身体找到一种方式沟通或者说连接啊。我觉得你们可能之前会感觉到自己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的压力都非常大，主要是你们感觉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失去了连接，你们的身体感受无法被自己的头脑所理解，因为长期饮食的不规律啊，或者说工作学业太忙，无法照顾好自己。有的时候你们的理智明明告诉你们要停下来，但是身体却依然靠着惯性在往前走啊，有一种自己在剥削自己的感觉啊。但是实际上呢，你们忽视了自己身体的感受，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失去了连接。这个时候你们要重新的去让你们的身体遵从你们大脑发出的信号和指令，遵从你们身体最真实的感受，而不是依靠着某种惯性在无意义的重复的做着某种行为。而宝剑二的话呢，我觉得在今年春天啊，你们可能会迎来一个人生发展的十字路口啊，会做出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或者说改变，或者说会有2个机会摆在你们的面前让你们去选。我觉得宝剑二这张牌，我永远会把它看作是新的希望的一张牌啊，因为当你们的人生保持远视，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有新的选择出现，那么你们的人生就永远有改变的可能性，而这种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它就是新的希望，因为这种改变的可能性能够让你们打破重复，不断的开启人生当中新的篇章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保持成长，保持前进。所以说这张牌我觉得也是你们要意识到啊，一定要让自己的人生保留有某种选择的权利，甚至要不断的追求新的选择和新的可能性，这样才能够让你们的人生不断的留有向上的空间。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